那学好外语最快的方式就是狂做那些确定能够学好外语的事儿。I know， 废话，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当我把这句废话给听进去了，我才真的明白怎么样才能够学好外语。因为这句废话它延伸出来了，其实是3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3个问题呢，决定了我能否学好外语，我学的这个过程是多快还是多慢，还有就是我的感受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那这3个问题是什么呢？一是我知道确定能够学好外语的事儿是什么吗？2，我有在做这样的事儿吗？3，我有狂做这样子的事儿吗？那如果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话，你其实从现在就已经可以去判断我能不能学好外语了。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就是在碰运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狂做那些确定能够学好外语的事儿。那要跟大家分享确定能够学好外语的事儿呢，我必须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是 Alex $100 Million Offer。那这本书呢是教你怎么样做生意的，跟学外语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你了解 Alex 这个人的话，你就知道他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你把他的商业逻辑延伸到语言学习当中也是适用的。那为什么我会觉得 Alex 这个人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呢？他非常善于利用 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去思考解决问题。如果你没有听过 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的话，那你大概可以把它理解为事物的底层原则与逻辑，那些放之四海皆准，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生意原则。那他在书当中呢，就总结了一条你做生意成功率的公式，你只要照着这条公式走呢，你一定能够成功。那这条公式呢是这样子的 ：Dream times likelihood divided by time delay times effort and sacrifice。这个是生意的 First Principle Thinking。这个底层逻辑呢，就决定了这门生意它能不能做成。那学外语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不管我是影子跟读、回音法，我是读原版书还是看美剧，我是找老外聊天还是背单词，还是学语法，还是呢我是学词块，甚至还有什么单文节学习法，然后可理解性输入。不管你用哪一种英文学习方法，它的名字有多么的花里胡哨，多么的 fancy， 如果它在底层的 First Principle 逻辑上走不通的话，那它成功的概率呢就会非常的低，低的可怜。越接近这个 First Principle 的原则啊，这东西它就听起来越像废话。但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是大道至简，所以学外语的 First Principle 呢，我总结了一下，就是 Input times output divided by time delay times effort and sacrifice， 这个就是你的成功概率了。那这个分子部分呢，其实就是输入跟输出，没有其他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花里胡哨的创新学习法，最终它都会回到输入跟输出，就这个学习方法有没有帮助我完成输入跟输出之间的转换？你需要问2个很关键的问题。那第一个呢是输入输出什么？第二呢是输入输出如何实现转换？第一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想重点说输入跟输出转换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上面吃了很多亏。我之前经历过2种无法实现输入输出转换的场景。第一种呢是我的输入跟输出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断层，你知道吗？就是你学的是这个东西，但是你需要输出的是这个东西。你学的这个东西，你感觉学了很多，但是永远都用不出来。你需要用的东西呢，你又没有任何的输入，你懂吗？就是比方说课堂上学的那些东西知识啊，非常有用，都很多很好的语法知识点。但是我要聊的这个篮球创业啊什么的，这课本里面完全就没有讲啊，我根本就用不上这个东西。这个就导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凯文难为无输入之输出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那我第二个让我输入输出难以转换的场景，就是我忘记了输入输出的本质是什么。输入输出转换的本质其实是检测。输入的东西，当你检测的时候发现你不会，那你就是还没学会。如果通过了检测啊，你就学会了。换句话说，检测是确定能够帮我们实现输入输出的方式。那当一件事情确定有效、确定成功了之后，我该怎么样做呢？
很简单，就是狂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呀，还想这么多干嘛？但是我偏不，我没有狂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时常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新奇的说法、新的学习方法的干扰，就搞一些花里胡哨、有的没的东西，后来就导致60分钟的学习，可能里面有10分钟是检测吧，那我这整体的学习效率必然就是非常低的。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再去搜索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真的透过本质去看事物。看一个方法，它怎么样帮你做输入，它帮你输入什么，它怎么样帮你做输出，它怎么样帮你实现输入跟输出之间的转换，你大概就知道一个方法它有没有用了。还有一点经验教训，就是一定要尽全力把60分钟的学习变成60分钟的检测，不要通过学习去准备考试，我们应该是要把考试变成我们的学习方式。因为当我不断的考试测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狂做那件确定会成功的事儿，确定能够帮我实现输入输出转化的事儿。当然呢，这里我把问题完全就是简单化了，你怎么样检测，你什么样的方式去检测，你检测什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感觉啊，就学习效率它拼的其实并不是努力，它其实拼的是你对于检测对象与检测方式的认知。我觉得大家就是回想一下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班里面学渣跟学霸之间不同学习方式，对这一点应该就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感受了。它真的不是一个努力有关努力的事儿，它是关于认知跟你执行方式的事儿。那你现在肯定还在想，那我要怎么样检测呢？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检测的办法，这个是我发现的啊，性价比最高的学外语的检测办法之一，就是 fill in the blank 填空。就填空它检测的效果呢，就没有说特别的好，它可能就是 average， 但是这个你不要小看 average 哦，就普通的就 OK 了，因为好多人他检测的办法是非常低效的，甚至它没有任何的检效。这一个简单的填空 fill in the blank 能够给你带来 average 的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那这个呢，其实还不是重点，重点就在于 fill in the blank 它的制作成本极低，你可以很快速的完成这个检测的制作，那你就可以留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检测这件事情。你如果去做的话，你就在狂做那件确定会有效的事儿。那说到这个制作成本低，我们就需要回到那条公式的分母部分了，就是 time delay times effort and sacrifice， 这两部分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需要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努力，牺牲很大的话，那我大概率是学不好的。其实不是大概率，就根据我过往的经验，我肯定是学不好的。因为费时费力的事儿呢，我坚持不了。而学好外语的一个前提就是长期，你得坚持才行。我感觉好像其实不是学外语，是凡事都是这样子，就感情啊、创业啊也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得最好的人，都是要长期，都是要坚持的。所以在确定输入输出的对象以及检测的这个办法之后呢，我一定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减少时间跟努力的投入，但是呢又要获得更高效的这种反馈。这个其实是一个 SOP 工作流的思维，我最近才知道 SOP 是什么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 不确定啊。有了这个工作流之后呢，每次一上来你就知道，我做这个，一切就能够非常快速的完成，要简化这个过程。那我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看美剧学外语吧，这个大家都挺乐意的。为什么？因为美剧它比较有意思啊，相较于学课本啊、背单词啊，你心理上所需要去做出的这种 effort 跟 sacrifice 呢，它就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会愿意去做。但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看美剧学外语啊，因为你真的想想，真的看美剧学好外语的有几个？那我分享个自己故事啊，其实我毕业没多久那段时间，我也是动过看美剧学外语的这个想法。那当时还挺信誓旦旦的跟自己说，我要看完老美剧，sorry 啊，老美剧，我要看，当时就信誓旦旦跟自己说，我要看完老友记全10季，每一句台词我都要把它学会。你猜怎么着？第一季一半还没有到，我就已经放弃了。但是你先别笑，就我感觉第一季能到一半，我可能已经超过80%的人了，因为绝大多数人他可能3集都撑不到。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非常的耗时耗力，而且这个见效存在了严重的 time delay，
How overwhelming it is how demotivating it is。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分母一件事情要省力、要轻松，它需要付出这个努力要尽可能的低，最起码它要不断的再降低才可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 Alex Hormozi 他说，创业初期呢，他其实只看到这个工作的上半部分，就是分子，他老想说怎么样去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实现这个事儿。但是真的是等到他挣到钱之后，他才意识到那些特别成功的企业，其实在疯狂的关注这个分母部分，就是我怎么样去帮助大家能够更省力、更轻松的去实现同一件事儿。我是真的觉得学外语也是这样子的，输入输出这个分子部分，它其实是个技术活，就这一方面你搞错的话，你可能就没得玩这个游戏了。但它只是一个基础，最后你能不能通关，其实是看的是分母，你怎么样省时省力的去做这件事儿，你怎么样及时就能够看到学英文的效果跟它给你带来的好处。这个分母的问题决定了我们能学多久，然后我们能学的有多快，以及这整一个过程是愉悦还是痛苦，非常的重要。我甚至觉得它比那个分子还要更重要一些。分子的效率再低，方法再笨，就比如说你背单词学语法吧，那你要是分母也没有特高效，可是你这个吃苦耐劳的能力，你能接受这个 time delay 的这个心理预期能力就特别的强，你能撑得下来啊，你能坚持得下来啊，那过个10年几十年的，你总归也会见到水滴石穿的那一刻把这个外语学好，是不是？不过呢，我觉得我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我撑不下来，所以我得想办法去把我自己的这个分母去变小，怎么样能够省时省力的去办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今天学的英文，今天就要看到进步，然后今天就能够无痛的用得上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生活的问题。那当然这个话题开的有点大了，有机会我们再来聊怎么样去做。然后来简单去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学好外语最快的方式就是做那些确定能够帮你学好外语的事儿。听起来像废话，但其实不是。OK， 那确定的，我现在能够100% sure 告诉大家确定能够学好外语的事情之一就是检测，一定要检测。你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Fill in the blank， 填空是超值的性价比之选，可以先开始做这件事。然后第三，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开始狂做这件确定能成功的事儿呢？这个就有意思了，你要开始想着怎么样去设计一条省时省力又能够即刻见效的工作流。这个话题真的非常的大，但非常的有意思，建议大家就是开始不断的探索。OK， 那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我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根据油管的数据，只有20%的人真的会把一个视频看完。So if you actually made it this far, you're the 20% club.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想就是跟这20%的你们去分享一些我觉得更有用的东西啊，因为我感觉就信息它确实是有用的，但一个信息它要变得有用，其实你要了解就这个人他是如何获得一个信息的，他怎么样把这个信息变成知识并且使用起来，这个思路过程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是怎么样发现这句废话的，就成功的捷径就是你要去狂做确定会成功的事儿。最开始就是遇到这件事儿是最近前段时间了吧，那个美国的网红顶流一哥 Speed， 他不是来中国这边，他基本上走到哪儿都是顶流，流量就是跟着他走的。有一天我就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分析为什么 Speed 他会这么的成功，流量会这么的高。那篇分析当中说他做对了几件事情。第一点是他并不讨论自己喜欢想做的这个事儿，就以他的这个流量，他其实讨论自己喜欢的事儿肯定也是会有很多人看的，但是他知道自媒体这个成功确定的事儿就是吸引大家眼球的人，自媒体就是要有人看，所以什么样的事情有人看呢？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些事情，以及其他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就比方足球，
受众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而他的发言都会非常非常的偏激。梅西就是最差的 ，C 罗就是最好的，所以支持梅西的人也会去关注 Speed， 那支持 C 罗人也会去关注他，所以就是去讨论大家 care 的事情。然后第二点他提了就是一个子牛效应，当你看到一群牛当中突然出现一头紫色的牛，所有的眼球都会聚焦到他的身上。Speed 呢，他就是做所有的事情，表情啊、语言啊、发言啊都非常非常的夸张，其实就是一种子牛效应的运用。我要让就突然有一个人啊咋咋呼呼干嘛，所有人眼球都会往他身上看，所以直播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子。那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简单，我们也都知道，难就难在他所有的言行在直播视频当中，如果你看过的话，都是依照这个准则去做的。他一直都在做那些大家关心的东西，然后以子牛效应这种发言跟行动方式去做这件事儿。换句话说，他其实就在狂做那些确定会吸引眼球的事儿，所以他做自媒体成功了。因为这些确定会吸引眼球的事儿呢，就是确定会成功的事儿。这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就在于你能不能狂做。你找到确定会成功的那件事儿，其实不难，很简单，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够狂做。就像学英文也是啊，你的输入输出这个转换的东西它有多么的困难吗？其实关键就在于检测，但主要的这个问题是我怎么样才能够狂做这件事情，疯狂的去做。OK， 然后第二个让我发现这句话的一个契机就是做生意，你怎么样才能够确定去成功？那这个确定会成功的事儿是什么？他把它 distill 到那一条公式当中，就4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你通过这4个简单的东西，你就能够观察到，哎，我有没有去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就看到，以前我去做这个英文学习的课程的时候，我就会说，这个方法非常的好，但是最终你能否学好，其实是看你自己的这个执行你有多坚持，你有多努力。这个就会，我非常的 honest， 确实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英文的学习办法跟课程是能够保证让你成功的。但是它就会让这个销售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大家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都是期望说我能够付出的 effort 跟 sacrifice 以及 time delay 它要尽可能的小。但是我有一点就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有效是分子 OK， 你的 dream outcome 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帮助你去实现，但是你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努力，你就会让你的销售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与其这样子，你不如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更好更快，就是付出以更少的时间更少的牺牲跟努力去学好外语这件事儿。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想办法去做一条这样子的工作流出来，估计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就把我的课程给更新。然后第3个契机呢是前段时间我看到另外一个 YouTuber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叫 Ray，他的频道叫 Money XYZ， 他最近发了一期视频，叫做做生意的一个建议，我忘记题目是啥了。总之就是 Do not lose money。你听到之后，你会感觉这不是废话吗？你不赔钱，那你肯定生意就能够做好啊。但这里面其实也是跟刚刚一样的逻辑。这出处呢是 Warren Buffett 跟 Charlie Munger， 他们就非常善于反向思维 ，invert always invert。因为如果确定那些会让你赔钱，会让你生意失败的事儿，然后你规避掉这些事情，那你成功的概率必然就是高了。这其实也是狂做那些确定会让自己成功的事儿，只是它是一种反向思维，疯狂的避免那些会让你失败的事儿，那你成功的概率呢，自然就高了。所以是这3件事情加在一起，让我有了这一期视频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就比如说感情上，我后来也是在想说，你要想一段感情真的能够持久，经营的非常好，这其实很难，没法有人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但我可以通过那种反向思维去观察，说会让一个感情失败的事儿跟一些就想法跟行为有哪些，然后我疯狂的去避免这些事情，那可能成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那这个呢，就是我发现这句废话以及它背后的整个思维模型的路径，我真的觉得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不仅是学外语，所以想要跟我们的 20% 去分享。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guys making it this far, like sharing 20 minutes of your life with a stranger. Really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guys.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